你知道巴菲特第一次开公司有多抠吗？自己只掏了100块钱，剩下的启动资金全让6个冤种亲戚朋友凑。结果呢，不出意外，这6个人后来全部成了亿万富翁。欢迎来到小爱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拆解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说到，25岁的巴菲特拒绝了接班恩师格雷厄姆的机会，带着老婆孩子回了老家奥马哈。他当时卡里已经攒下了炒股赚来的17万4千美元，按当时的物价，就算原地退休，这辈子也花不完了。但他脑子里那台复利计算器一天都闲不住。他算过，如果想在35岁前成为100万富翁，光靠自己那点本金太慢了，他需要杠杆，需要帮别人管钱。于是巴菲特盯上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大伙儿也挺给面子的。老丈人汤姆森博士第一个掏出2万5千美元，这差不多是他的全部家当了。姐姐 Doris 一家也投了1万，姑姑 Alice 投了3万5，他的沃顿大学室友 Chuck 投了5千，这个室友还顺带把亲妈也拉下了水，投了2万5。然后就是巴菲特的发小兼律师丹莫奈也投了5千，最后是巴菲特自己只拿了100块钱，4舍5入等于没有。因为他觉得既然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我操心，我出个脑子就行了，钱自然该你们出。就这样，7个人凑了10万5100美元，公司正式开张了。1956年5月初，巴菲特在奥马哈俱乐部订了个包间，请股东们吃饭。但这顿饭吃得挺奇葩的。作为发起人，巴菲特一落座就宣布，今天这顿大家必须 AA 制哈，他不想承担任何不必要的开支。紧接着，他甩出了一份合伙人基本规则，这份东西在当时的华尔街看来绝对是个异类。他定了这么几条规矩：第一条，别问我买了啥，问了我也不会说。这倒不是巴菲特摆架子，而是他太懂人性了。如果他今天告诉岳父买了一只股票，明天股价稍微一跌，岳父可能就会打电话来问沃伦啊，这公司是不是不行了？他可不想把精力浪费在安抚客户情绪上。更重要的是，他买的都是些盘子很小的冷门股，一旦走漏风声，别人跟风买入，推高了股价，那他就捡不到便宜货了。第二条是关于撤资的，协议规定，合伙人每个月可以提取0.5%当生活费，1年就是6%。但是呢，你要想大笔追加或者彻底撤资，对不起，每年只有12月31日这一天能办。为什么定这么死呢？因为巴菲特做的是长线，他最怕的就是遇到股灾，客户恐慌性赎回，逼他在低位割肉，这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当然，最绝的还是他的分钱规矩。当时华尔街的行规是，不管客户亏了还是赚了，基金经理都要抽取固定管理费。但巴菲特呢，1分钱底薪都不要。他设计了一套收费公式，把自己和客户的利益死死捆绑在一起。收益超过4%的部分，他拿1半；4%以下的，他拿1/4。如果亏了本，他甚至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拿自己的钱赔给客户。而且，巴菲特还把丑话说在前头，明确划定了自己的能力圈。看得懂的生意往下死磕，看不懂的，别人吹上天也绝对不碰。信我，咱们就一起搞钱；不信，买卖不成仁义在，吃完饭出门还是朋友。在那一刻，那个曾经面对陌生人会结巴的社恐男孩不见了。现在的他一聊起投资就两眼放光，透着一股让人心服口服的底气。很快，巴菲特的名气就传开了。恩师格雷厄姆退休后，他那些华尔街老客户没了去处，就比如其中一位是诺维奇大学的前校长、物理学家道奇教授。他直接问格雷厄姆，我的钱该交给谁？格雷厄姆说，去找巴菲特就好啦。于是道奇教授就砸了12万美元给巴菲特打理，成立了第2个合伙公司。到了1956年底，巴菲特手里的盘子已经超过了50万美元，拿着别人的钱生钱，赚了利润再投进去，这套复利玩法算是被他玩得明明白白了。就这样，他的资本大雪球正式被推下了山。不过在那个年代，私募大佬这个职业听起来还是很不务正业的，就连他老婆苏珊都搞不清老公到底是干嘛的。他跟邻居介绍说，我老公是 security analyst， 结果邻居听成了 security 保安，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其实这真不怪大家蒙圈，因为你也想不到巴菲特当时是怎么工作的。手握50万美元的巨款，怎么着也得租个高大上的写字楼，摆几台股票报价机吧。
现实情况是，巴菲特每天就在家里蹲，他把主卧里的小书房改成了办公室，每天也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穿着个睡衣，左手百事可乐，右手薯片，就这么坐在书桌前，翻阅厚厚的目的手册，连个打杂的都没请。他自己用 IBM 打字机给客户敲信件，垫上蓝色的复写纸留底，自己整理文件、记账、报税。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子交易，股票都是一张张的纸质凭证。巴菲特就揣着这些凭证，自己走到奥马哈国民银行，锁进保险箱里，要卖的时候再取出来，走到街角的邮局寄出去。他每天就在几平米的小房间里，单枪匹马的在全美成千上万家公司里扒拉便宜货。很快猎物就出现了，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总部离他父亲的办公室就只有一条街，而且这公司有一段黑历史。1919年的时候，一群骗子推销员把这家公司不值钱的股票忽悠卖给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民。30多年过去了，这些农民早就当这笔钱打了水漂，股票凭证全扔在抽屉里吃灰。但巴菲特翻财报发现，这家公司早就被一个叫哈曼森的家族接手，做成了正规生意，而且非常赚钱，每股收益高达$29。更刺激的是，哈曼森家族正暗地里以$30的价格从那些不知情的农民手里低价收回股票。巴菲特一看，这还了得，花30块钱买一个一年能赚29块钱的公司，这哪是烟蒂儿，这明明是捡金条啊！但是呢，他又不能明着去抢，怕惊动了大股东，于是他派出了发小兼律师丹莫奈。莫奈开着一辆红白相间的雪佛兰，跑到乡下，坐在农民家门前的门廊上，一边喝着冰茶，吃着馅儿饼，一边用现金收购他们手里的股票。大股东出$30，巴菲特就出35。农民一看，这破纸居然还有人抢着要，最后巴菲特一路把价格抬到了$100，大家简直谢天谢地，赶紧把手里的废纸换成了现金。就这样，巴菲特神不知鬼不觉地收了2000股，拿下了公司10%的股份。为了不暴露身份，他连股票名字都没有改，就这么捏在手里。直到筹码攒够了，他才突然走进大股东办公室，把一堆股票拍在桌子上，要求办理过户。大股东当场傻眼，叹着气说：“这事要是让我哥知道，被人截了胡，非杀了我不可。”这就是早期的巴菲特，他不仅会看财报，还很懂江湖上那一套，下手狠着呢。当然，股神也有翻车的时候。巴菲特骨子里一直是个收集控，从小就爱收集车牌号、瓶盖，长大了收集便宜的股票。但这种癖好偶尔也会让他脑子短路。有一次，朋友跟他说，美国政府准备收回市面上的4美分蓝印邮票。巴菲特一听，这可是绝版货啊，以后不得升值？他立刻拉着朋友给各地邮局写信，要求买下他们的所有库存。丹佛的邮局回信说有20万张，巴菲特大手一挥，说我全部要了。最后，俩人前后砸了$25,000多，囤了60多万张蓝印邮票。等几大箱邮票运回家，堆满整个地下室的时候，巴菲特看着他们，突然清醒了。他意识到自己干了件蠢事儿。你想啊，这玩意儿虽然绝版了，但面值毕竟才4美分，全美国哪来那么多集邮粉来接盘他这60万张库存哦？这笔钱投进去，不仅产生不了复利，还变成了砸在手里的死库存。最后，巴菲特只能把这个烂摊子折价甩给朋友去处理，全当自己买了个教训。到了1958年，巴菲特的生意越做越大，名气也渐渐传开了，但他的生活质量却没怎么提高，依然是个铁公鸡。他们一家4口挤在月租只要$175的小出租屋里，直到苏珊怀上了第3个孩子，实在住不下了，他才勉强同意买房。他们花了$31,500买下一套紧挨着马路的大房子，结果刚交完钱他就开始后悔了。搬家那天，他甚至给房子起了个外号，叫巴菲特的蠢事儿。为啥呢？因为在他的眼里，这$3万多要是留在股市里，按他的收益率，10几年后就能滚成$100万。买了房，这钱就没法去生钱了。所以他觉得自己相当于花了100万买了个睡觉的壳子，亏惨了。但更让他抓狂的还在后面。苏珊是个热爱生活、喜欢社交的人，觉得既然有了自己的家，那就得好好布置。她添置了真皮沙发、镀烙家具，还在墙上挂满了现代油画。结果装修账单寄过来$15,000，巴菲特看到这串数字，心都在滴血。不过抠归抠，他还是很疼老婆的。
他知道苏珊喜欢交朋友，需要一个体面的家。俩人甚至买回了全奥马哈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把邻居们羡慕坏了。每逢周末，街坊的孩子们都会跑来他家，挤着看动画片儿。在苏珊看来，赚钱就是为了享受生活，而巴菲特满脑子只想把钱省下来去生钱。不过呢，俩人都想让对方开心，于是他们的日常相处就变成了一种讨价还价的模式。比如有一次，苏珊想跟朋友合伙开一家画廊，巴菲特第一反应就是这生意盈利吗？苏珊摇摇头说只是个爱好，大概率要烧钱。巴菲特一听就不乐意了，觉得不赚钱那还能叫生意？最后俩人各退一步，巴菲特不阻止苏珊做想做的事儿，底线是必须要严格控制预算。除了搞艺术，苏珊还交了很多犹太人朋友。虽然巴菲特不喜欢应酬，但他也很享受这种妻子为他营造的充满包容和活力的家庭氛围。从1956年到1960年，巴菲特交出了一份惊艳的成绩单，年化收益率超过了25%，几乎是道指的2倍。交给他1000块，几年就能翻倍。但是呢，人红是非多啊，名气大了，非议也就来了。有些人觉得这小子不过就是运气好，他那套神秘的投资规矩纯粹就是装神弄鬼，撑不过1年就会现原形。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拿了大家的钱，却死活不肯公开买了什么股票，这套路听着太像庞氏骗局了，早晚得卷款跑路。而受这些流言蜚语的影响，巴菲特在申请加入奥马哈乡村俱乐部时竟然被拒绝了，这在当时可是件挺丢脸的事儿，说明主流圈子不接纳他。这让巴菲特非常郁闷，毕竟他很喜欢打高尔夫，那家俱乐部正好有个球场，最后还是托了熟人疯狂说情，才勉强把他从黑名单里捞出来。那个时期，巴菲特还在用他老师格雷厄姆那套打法，满市场寻找便宜的烟蒂股，买回来抽最后一口就扔。这招确实帮他赚了很多钱，但随着美国股市的上涨，这种满地捡漏的机会眼看是越来越少了。转机出现在1957年，当地一位有名的泌尿科医生戴维斯夫妇邀请巴菲特去家里聊聊，看看能不能把钱交给他管。当天，巴菲特穿着破毛衣、旧裤子，像机关枪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了1个多小时的投资逻辑，而戴维斯医生呢，全程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像是在发呆。讲完后，戴维斯夫人转头问丈夫怎么看，对方淡淡来了句：“我们交给他10万美元吧。”巴菲特直接愣住了，要知道当时他总共也才管50万美元。他忍不住问医生：“我很高兴拿到这笔钱，但您刚才好像没怎么听啊，为什么敢投那么多？”戴维斯医生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说了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他说：“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巴菲特一脸懵，说：“我不认识查理芒格，但我现在好喜欢他。”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陌生的名字将在几年后彻底打通他的投资任督二脉，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那么他们是怎么相遇的呢？我们下集接着聊。